有缘人看到这段影片绝非偶然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安排你来劫财劫富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和家人将摆脱困境，所有困难和不顺利的事情都将远离。只要你能接纳这份好运，财富将如洪水般涌来。请按赞、关注，有福之人都会在评论区留言一句：接财接福接好运，为自己和亲人带来祝福，让天地间的神灵都能感受到你真诚的心，让他们为你全家送上一波接一波的好运。愿你们的财源滚滚而来，家中充满幸福与繁荣，所有的灾厄与不顺将彻底远离，走向无尽的光明与富足。鬼谷子说，心软之人往往无福。如果你也是一个心软善良的人，不妨记住以下4句话，帮助你一步步走向更好的命运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命运努力。有些人似乎命运总是顺风顺水，而有些人却常常感到身心疲惫，似乎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脱离困境。那么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如果告诉你，命运的转折点或许就在你的一颗心上，你是否觉得有些神秘？鬼谷子这本古老的智慧书，几千年来一直被无数智者与商人推崇。它所蕴含的智慧，如同一道无形的力量，潜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，等待我们去发现。今天，我想分享其中的一段智慧，尤其适合那些心软，总是愿意为别人付出的朋友。你是否经常为他人的困难而担心，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你可能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值得看看鬼谷子中的智慧，它或许能为你指引一条更清晰的道路。为什么心软的人容易无福？在鬼谷子中，心软并不被视为一种美德，反而是一种潜藏的危险。心软的人往往被自己的善良驱使，觉得帮助别人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可是，这种没有边界的善良，往往会让自己陷入困境，甚至被别人利用。鬼谷子说，心软之人皆为无福之命。意思是，过于心软的人容易轻易放下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最终会遭遇更多的挫折和困扰。那么，为什么心软的人容易无福呢？首先，心软的人通常缺乏明确的界限，他们不懂得设立防线，甚至难以平衡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。当你总是愿意满足他人的需求，而忽视自己的需求时，你的生活就会失去平衡。你会不断被他人索取，最终陷入内心的空虚和疲惫，迷失方向，难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。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十分常见。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明明自己已经感到疲惫不堪，却仍然无法拒绝他人的请求；明明自己有许多事情要做，却还是抽时间去关心别人。长期的心软不仅会让你身心俱疲，还可能错失那些本应属于你的机会与发展空间。其实，过度的心软并不是真正的智慧。真正的智慧
是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做出理智的决策，懂得拒绝他人的不合理请求，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追求自己的目标。帮助别人并不意味着要牺牲自己，善良与智慧应该是相辅相成的。只有当你懂得拒绝不必要的请求，平衡好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时，你才能拥有足够的能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心软之所以容易无福，是因为很多人未能在善良与自我保护之间找到平衡。过度的心软会让你忽视自己的需求和底线，最终陷入困境。要改变这种局面，我们必须学会为自己设立清晰的边界，并懂得在关键时刻拒绝他人，以保持内心的平衡和生活的方向。心软并非无可救药，但它需要智慧的引导。只要你能在善良中找到智慧的平衡，既能帮助他人，又不忽视自己的需要，你的人生就会走向更加顺利的方向。那么，心软的人是否注定无法获得好运呢？当然不是。心软本身并没有错，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和引导这份善良。如果你是一个心软的善良之人，不妨记住以下4句话，它们能帮助你走出困境，获得真正的好运。第1句，不懂拒绝是最大的软弱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很多人害怕说不，尤其是面对亲近的人。我们常常希望能帮助别人，尤其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时，觉得自己有责任伸出援手。然而，如果你一直无条件为他人付出，而忽视了自己的需求，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身心疲惫，甚至失去生活的平衡。以职场为例，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即使自己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同事的请求常常让你无法拒绝。你一心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，却忽略了自己的任务和时间。这种没有节制的付出，最终会让你感到精疲力尽，甚至焦虑不安。长此以往，你可能会发现，自己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回报，反而陷入了不断牺牲自己的困境。学会拒绝，并不是要变得冷酷无情，而是要懂得为自己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设立边界。拒绝别人，并不意味着你不关心他们，而是通过适时的拒绝，保护自己的空间和精力。只有当你的需求得到满足，保持充沛的精力时，你才能真正有能力去帮助他人。否则，过度的付出不仅会让你精疲力尽，还可能使你忽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和目标。更重要的是，学会拒绝可以避免你善良的本能被滥用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出于一时的好心愿意帮忙，但他人的期望往往被无限制的接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别人可能会习惯性的依赖你，甚至把你的善良视为理所当然，忽略你的需求和底线。通过拒绝，你不仅能保持自我尊重，还能避免被他人利用，从而维护人际关系的健康和对自己的尊重。懂得拒绝，并不是让自己变得冷血，而是学会平衡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。当你学会在适当的时候为自己说不时，你会发现
自己变得更加坚定和清晰。你不仅能照顾好自己，还能在更健康的状态下帮助他人。这种智慧的拒绝，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，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，让你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力量。第二句，善良不需要牺牲自己。善良是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部分，它体现了我们对他人的关心、理解与支持。然而，很多人误解了善良的真正含义，认为只有通过无条件的付出、牺牲自己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满足。这种没有止境的付出，往往带来的却是内心的空虚与迷失。真正的善良并不意味着要牺牲自己，而是在帮助他人时，学会保护自己，设立清晰的边界，确保自己不被忽视或剥削。在鬼谷子看来，善良并非毫无原则的付出，而是带有智慧的行为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善良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界限，并且在帮助他人时，确保自己的需求和尊严不受侵犯，这样的善良才是有意义的。这种有智慧的善良是对自我尊重的体现，它不仅帮助他人，也不会让自己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。举个例子，职场中许多人总是为了帮助同事，频繁牺牲自己的时间和机会。例如，明明自己有重要的工作任务，但看到同事遇到困难时，便主动去帮忙分担他们的工作。然而，长时间的这种无偿付出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，反而让自己处于一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状态。当同事们习惯了你的牺牲，他们可能会更加依赖你，而你自己的职业发展却被搁置。最终，你可能会发现，自己一直在为别人忙碌，却忽视了自己的成长与提升。这种状况不仅让你内心疲惫，还可能让你在职场上错失宝贵的机会。事实上，真正的善良是有智慧的。如果你希望帮助他人，首先要学会如何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在职场上，你可以选择帮助同事，但同时也要确保自己不会因此牺牲自己的时间或错失发展的机会。善良不应该成为你职业发展的负担，而应该是一种在合理边界内实现互惠互利的行为。只有当你为自己设立了明确的界限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拒绝，什么时候该帮助，别人才能真正尊重你，而你也能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获得应得的回报。通过这种有智慧的善良，你不仅能够帮助别人，还能获得更多的机会成就自己。总的来说，善良并不是无条件的牺牲，而是在保持善良的同时，学会自我保护和自我提升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在社会中立足，收获更多的好运，走得更远。第三句，让自己先变强，才能有能力去帮助别人。这是鬼谷子中的一条重要法则，也是许多人在人生旅程中常常忽视的真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倾向于把他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，希望通过自己的付出和帮助来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。然而，这种无节制的付出，往往会让自己陷入困境，甚至迷失自我。
如果我们总是为别人牺牲自己，却忽视了自己的成长与提升，我们可能会发现，尽管自己付出了很多，所得的回报却远远不成比例。过度帮助他人，不仅让你感到身心疲惫，甚至可能会产生不满与困惑，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有意义。实际上，过度的牺牲会导致资源匮乏、精力耗尽，从而失去继续帮助他人的能力。鬼谷子的智慧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帮助别人，并不意味着一味的牺牲自己。相反，只有先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才能真正有能力去帮助他人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看到那些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，他们不仅有足够的资源、知识和能力去帮助他人，还能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更多的机会和成长。这种良性循环不仅让自己变得更加充实，也能为他人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。举个例子，在一个团队中，如果你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，别人自然会更愿意向你请教，进而真正从你的帮助中受益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的影响力和声望也会逐步增强。你不仅能帮助别人，还能获得更多的机会，提升自己的领导力与能力。相反，如果你一味地帮助他人，却忽视了自己的学习和进步，你可能会陷入一种永无止境的付出模式，最终迷失方向，错失提升自己的机会。因此，提升自己是帮助他人最有力的前提。只有当你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和资源，才能真正影响他人，给予他人实质性的帮助。你可以通过不断学习、拓展人脉、提升技能等方式，增强自己的综合能力，进而成为他人可以依赖的人。这样不仅能帮助更多的人，还能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更多的好运与成就感。鬼谷子的智慧启示我们，只有在持续提升自己的同时，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帮助他人。当我们变得更强大时，不仅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，还能在帮助他人时收获更多的好运和成就。第四句，尊重自己的底线，做一个有原则的人。这一点在鬼谷子的智慧中尤为重要。每个人都应该明确自己的人生底线与原则，因为这些原则不仅为我们提供方向和力量，还能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中保持自我，避免被他人的需求和期望左右。尊重自己的底线，意味着在面对诱惑和压力时，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，不轻易妥协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因为心软或想讨好别人，往往放弃了自己的底线。举个例子，在职场中，有些人为了迎合上司或同事，会做出不符合自己原则的选择。虽然内心深处知道这些选择可能会带来不公平的后果，但为了避免冲突，他们选择了妥协。然而，这种妥协看似是为了维持和谐，实际上却是在削弱自己的尊严和价值。当你不断妥协时，自己的底线会变得模糊，别人对你的尊重也会逐渐消失，甚至可能觉得你软弱可欺，随时可以被利用。鬼谷子中提到，真正的智慧是知道如何在坚守自己的原则的同时，
灵活应对外界的变化。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情境，我们常常面临选择和取舍。在做出选择时，保持底线并不意味着固守己见，拒绝任何妥协，而是在一定的原则框架内做出适当的调整和应变。例如，当你面临他人的要求时，如果对方的请求违背了你的底线，你应该坚持拒绝，维护自己的立场。虽然这种坚持可能会暂时不被理解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它会为你赢得更多的尊重。尊重自己的底线，不仅是在维护自尊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内心平衡和力量。每一次妥协都可能是对自己尊严的削弱，甚至可能让你错失那些本应属于自己的机会和资源。无论是在职场、人际关系中，还是在家庭生活里，保持原则不仅是自我保护的手段，也是赢得他人尊重的基础。当别人看到你不轻易妥协，看到你在面对压力时依然坚持自己的底线，他们会更加尊敬你，与你建立更加健康平等的关系。因此，做一个有原则的人，不仅能让你在复杂的世界中立足，还能帮助你获得更多的好运。原则是你内心的指南针，它能让你在复杂的局势中找到清晰的方向，避免迷失。在生活中的每一次坚定选择，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积累更多的能量和机会。只有尊重自己的底线，做一个有原则的人，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让好运源源不断地向你靠近。心软的人常常被自己的善良所驱使，总是想帮助他人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。然而，正如鬼谷子所传达的智慧，心软并非坏事，但过度的心软往往会让我们迷失方向，甚至错失属于自己的机会和幸福。如果我们不学会平衡自己的善良与自我保护，最终可能会感到疲惫、迷茫，甚至内心空虚。要想在生活中走得更远，获得更多的好运，我们必须学会自爱与坚强。首先，自爱是我们前进的力量源泉。只有先爱自己，才能真正去关心和帮助他人。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放在他人之后，忽视自己的需求和感受，最终只会让自己在困境中无法自拔，甚至无法承载更多的责任与压力。自爱并不是自私，而是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需求，懂得给自己空间去成长与修行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帮助他人的同时，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力量。其次，坚强是我们面对生活挑战的必备品质。心软的人可能会因为他人的困难而感到焦虑，甚至因此而做出让步，放弃自己内心的选择。然而，坚强并不意味着冷酷无情，而是意味着有勇气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坚强让我们能够在他人要求帮助时，明确知道何时该拒绝，何时该坚持自己的立场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不仅能走得更稳，还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与尊严。做一个有原则的人，意味着我们要有明确的价值观，并能够在生活中坚守。原则并非一成不变的死板规则，而是随着自我成长和经验积累
逐渐形成的行动准则。一个有原则的人知道何时为他人付出，何时保护自己，懂得如何拒绝不合理的要求，而不是一味地迎合他人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避免被他人利用，同时还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总而言之，心软的人并非注定无福。真正的智慧在于如何在善良中保持自我。通过自爱与坚强，我们能够找到内心的平衡，学会适当拒绝与坚持原则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仅能保护自己，还能帮助他人，最终收获属于自己的好运与幸福。记住，心软不是无福，而是通过智慧的引导，让善良成为自己成长和成功的助力。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，愿你在保持善良与心软的同时，学会为自己设立界限，找到内心的平衡。真正的智慧是懂得在合适的时机为自己说不，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人。愿你每天都能收获好运，活出自己的精彩与自由，拥有一个幸福而充实的人生。祝你心安，愿你在心软的同时，始终保持坚强与智慧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并在评论区留言那句接财接福接好运，与我建立连结，随缘加入，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